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。我们现在人是在耶路撒冷。今天很特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是2025年的4月11号，明天晚上开始就是逾越节。那逾越节是犹太人一年之中3大节日之一。它是圣经的节日，它是属于耶和华节期的3大节期之一，有逾越节、七七节，还有住棚节。那所以这一集呢，就是要带大家来看一下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是怎么样子预备过逾越节。我们现在是在耶路撒冷的亚美尼亚区，然后我们会走到犹太区，看一下他们是怎么样子做预备。那当然，逾越节它不是只是一个文化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我们更知道它就是在预表耶稣为我们预备的救赎计划，因为耶稣他自己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已经到了犹太区，在我身后的是2600年前的宽墙，是由一个犹太国王叫做西西家所建。那根据出埃及记12章14节，你要守这日为纪念，向耶和华守节，要守这节作为永远的定例，世世代代。所以犹太人到现在他们都还是过逾越节。那逾越节对现代的以色列人，对犹太人来讲，它是指一整个假期，并不是只有吃逾越节晚餐的那一天。那在圣经呢，它是逾越节、初熟节，还有除酵节，这3个节是分开来算的。可是现代的犹太人，当他说逾越节的时候，它是整个假期。所以虽然说现在是早上9点多，照理来说这里是应该要有一个咖啡厅，但是明天逾越节开始，他们已经做完预备，他们今天就不开门了。这个叫做胡瓦会堂，是在犹太区正中央的一个犹太会堂。那这个棚子是临时搭建的，我们可以想象，明天晚上就会有很多人坐在这里吃逾越节的晚餐。那现在走过来的一群人呢，他手上拿着要丢掉的东西，还有很多的面包。为什么要把面包拿去丢掉呢？因为逾越节又叫做除酵节，不能够有任何的酵。根据出埃及记12章15节，7日之内你们要吃无酵饼，凡是含酵的食物在你们的住处都不可以吃。所以今天是最后的期限，因为明天呢就是安息日，安息日他们不能够烧酵。今天是大概要在中午12点40分之前要把有酵的东西都烧掉，然后明天中午以后就不能吃有酵的东西。所以理论上来讲，我们来看一下旁边的咖啡厅，它有开门，我们来看看它现在卖什么东西。在犹太人的家里都会很认真的除酵。我刚刚跟店员确认了，他现在卖的都还是有酵的食物，一直到今天下午1点。那我问他，如果你没有卖完的话怎么办？他说，我们就烧掉或者是卖。那这个卖呢，跟一般的卖不一样，一般卖给客人的这种卖，跟逾越节的时候他要转卖给非犹太人，然后暂时帮他保管酵是不一样的。等到逾越节节期过完以后，还会再还给他们这样。所以这是我们逾越节之前最后的一个有效的蛋糕。我前面有一个爸爸，还有一个儿子，他们拿的是现在要拿去烧掉的东西。那个长长的其实就是住棚节的时候他们用的东西。那可能现在拿去烧，就是在象征把旧的东西、把不好的东西，都拿去烧掉。这个季节呢，就是洁净的一个季节。那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，下面有火，他们就是在烧掉不好的酵、不好的东西、旧的东西。我觉得非常的特别，你看，大家都在那边烧掉酵，人蛮多的。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是什么？就是一个群体，大家一起很认真的在除酵，然后把酵在逾越节开始之前烧掉，就是蛮令人感动的。其实我在想，如果我们基督徒也有这种
为了洁净自己，然后集体的象征性的把不好的东西烧掉的活动，那会是怎么样呢？那如果你们是在逾越节的时候要来以色列，可能要注意一下，因为很多的餐厅不会开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逾越节的时候，你如果要营业，你的餐厅是不能够有任何有效的东西，这是一点。那这就会很麻烦，你所有的菜单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。然后第二点就是因为犹太人他们要过逾越节，所以你要找到人手在逾越节的时候来跟你一起经营餐厅，就会很困难。所以在逾越节的时候，如果是观光客要找东西吃的话，可能就要去阿拉伯区啊，或者是有阿拉伯人住的地方。像这家冰淇淋店，它就有这个逾越节可以营业的一个证书 ，Passover Kosher Lebesa。那这是犹太区唯一一间超市，那可以看到面包已经被扫地出门了，不能卖面包了。我们来进来逛一下，跟平常有什么不一样？像这里的架子都空了，并不是因为它没有东西可以卖，而是它本来放在这里卖的东西是逾越节不能买的东西。那酒的话，其实要看，有一些是逾越节可以喝的酒，那它就不会封住。那如果是逾越节不能够喝的东西或吃的东西，就会用这样子的白布遮起来，这样子大家就不会误会。所以有些东西其实，我没有办法猜它是什么啦。但是你可以想，它就是可能有酵，或者是有小麦。为什么不能有小麦？就是他们怕小麦发酵，所以连小麦都不能有。那这个呢，就是逾越节的无酵饼。我们等一下可以来更多的来认识无酵饼是什么东西。这个架子上也有无酵饼。那它2.5公斤的价位是155块 shekels， 大概是1400块台币。那这里的饼干呢，虽然看起来好像是有效，因为它胖胖的嘛，可是其实都是逾越节可以吃的哦，很不可思议吧？这些都是逾越节可以吃的饼干，给大家看。当然会比较贵啦，你看这样子一盒是40块。然后逾越节可以吃的蛋糕也是比较贵，一盒48块，就这样而已。那逾越节对于游客来讲，就是相对比较没有那么热闹的节日，不像普尔节啊、祝棚节啊，都可以在路上看到犹太人是怎么样子的庆祝。逾越节它主要的重头戏其实是逾越节晚餐，那晚餐嘛都是在家里吃，所以就跟游客就没有太大的关联。但其实呢，逾越节又跟基督徒有非常大的关联，因为耶稣他就是在逾越节的晚餐上启示了他是逾越节的那个羊羔。在哥林多前书5章7节，因为基督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已经牺牲了。那犹太人他们在过逾越节的时候呢，会有逾越节羊羔。这个故事记录在出埃及记。那个时候，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是作为奴隶，神用了10次的神迹，才让法老最终让以色列人可以离开埃及。那第10灾呢是灭长子之灾，神要以色列人去预备羊羔，在尼上月的10天，第10号。那一直到14号去宰这个羊羔，然后呢，用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。那当灭命的天使看到这个门楣上的血，就会越过，那长子就可以活下来。那当然，只有以色列人愿意这样做，法老他没有这样做，所以法老的长子就死了。那因为很伤心，所以法老就终于顺服、降服在这个以色列耶和华的神之下，然后让以色列人离开。所以一直到现在，犹太人在过逾越节的时候呢，他们的盘子上面会有一个象征的东西，在象征逾越节的羊羔。那我们知道圣经还有一个人物是亚伯拉罕嘛，在亚伯拉罕身上发生了一个很有关键性的一个事件，就是他带着他独生的儿子以撒，就是那个应许之子，到了耶和华的山亚摩利亚山，然后献上他的儿子。那个时候，以撒就问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，他说：“火与柴都有了，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”那亚伯拉罕他爸爸就说：“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”
那亚伯拉罕因为信心，也因为他顺服神，所以他真的就把以撒要献给耶和华神。那当然，神他没有要以撒的性命，他是要亚伯拉罕做这个预表性的动作，因为这就是神的救赎计划。上帝他知道有一天，就是在同样的山，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也是要背着木头到那个山，然后成为我们的赎罪祭。那一天用的是山羊，但是真正的羊羔是耶稣。那这也是为什么约翰他看到耶稣的时候，他说的话就是看呐，神的羔羊，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。那逾越节的餐盘上面还有5样其他的东西，都是在提醒出埃及的故事里面所发生的象征意义。有兴趣的话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，可以点这里。那简单的再来讲一下逾越节的晚餐里面还有3个很重要的角色，一个是无酵饼。那无酵的意思呢，就是代表没有罪，所以在这7天，犹太人他们洁净自己，然后不吃有酵的东西，也让自己就是离开任何不好的东西。那在这些无酵饼当中呢，会有3片无酵饼被拿出来，然后放在一起，中间的那一片呢会被折一半，被折的那一半呢叫做 afikoman， 它是一个希腊的字。那犹太人他们会把这个 afikoman 的饼就是放在一个袋子里面，然后藏起来，然后晚餐结束后让小朋友去找，找到的小朋友可能就可以拿一个奖品，或者是5块美金的奖金。那为什么会有一个传统是这样子好玩呢？犹太人他们当然会有自己的解释，但是对基督徒来讲，其实如果你仔细去看无酵饼，它身上它是有那个条纹的被压伤的痕迹。那我们知道耶稣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，他拿起的饼就是无酵饼，然后他剥开，然后就说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所舍的。在犹太人的逾越节晚餐中，还有一个关键角色呢，就是他们会喝4杯酒，第1杯是成圣，第2杯是审判，第3杯是救赎，第4杯是赞美。所以为什么一开始我有说逾越节的晚餐跟基督徒很有关联？因为耶稣他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拿起饼和杯，那这也成为了基督徒我们圣餐的一个根源。那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看到就是藏饼的这一个文化，对于基督徒来讲就还蛮明显的，就是耶稣他被藏起来，可是过了3天他复活了。那找到的这个饼呢，其实犹太人的传统是每一个人都要吃一口。这就是有很多细节上面有很多的巧合。那你说它是巧合吗？就光是从无酵饼，它是就是完全没有酵，然后它是被压伤，然后它要被折断，然后它要被藏起来，然后它被找到以后，每个人都要吃一口。就像是耶稣他说他的身体是可吃的，然后他的身体为我们而舍。那对犹太人来说，逾越节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就是在这个节日，他们彼此提醒神是怎么样子在为奴之地把他们拯救出来，为他们预备了救赎。那这个救赎它不会只是3000年前，在今天神依旧是为他们提供救赎。虽然说逾越节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安静的节日，那游客不太能够好像真的体验到逾越节，除了在超市会发现说很多东西不能买，或者是在餐厅会发现有效的东西买不到以外，但是不能够否认的是，神的选民到今天他们仍然世世代代的守耶和华的律例。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神是怎么样子保守他的选民，这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事情。神没有忘记他的选民。那对基督徒来讲，我们也是可以透过逾越节这个节日来更加理解为什么我们领圣餐，以及为什么耶稣他是逾越节的羔羊。因为就是因为神提供的救赎计划，因为他羔羊的血使得我们没有在罪的权势之下，是因为耶稣他已经付了这个代价，我们才有救恩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们是第一次来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的话，对逾越节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去年或者是2年前、3年前我拍的关于逾越节文化的很多的影片。那接下来呢，因为今年的复活节刚好就是跟逾越节是在同一个月，没有差1个月，是在同一个月。下礼拜是复活节嘛，所以呢，接下来几天
可能都会有新的影片。那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这个频道哦，大家拜拜。